现在是晚上8点，距张雪婷被暴力裁员还有1小时。我们这次的任务是通过蜘蛛人陈伟强拍摄到盛春昭暴力裁员的视频证据。原来碟中谍就干这个呀？没错，你的工作就是负责擦高楼上的玻璃。刚刚的工友一会儿给你扔过来一包衣服，里面是擦玻璃的设备。你看一下你工友们的穿戴步骤，再换上吧。啊，不是这是不是有点太草率了呀？注意安全啊！哎。不行！不是这也太吓人了，不这也太高了，干不了这个。果然，你是一个遇到困难就会放弃的人。还真吃你这套。对不住了，小强兄弟。来吧，真要是出点什么事啊，你去找那姓陆的啊，不要来找我。不许碰！我真出点什么事，你负得了责吗？不能碰，这瓶水是大节点，动了会出大问题的。啊，不至于吧？不是我老听你说什么节点的，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这么跟你说吧，在你没来的时候，这会儿没人碰过这瓶水，但如果你喝了这瓶水的话，因为你碰了这瓶水，水的位置发生了变化，水少了之后，风会把它吹倒，从而导致随意滚动。操作人员因为天黑没有注意到水瓶，会踩上滑板，从而导致一系列可怕的后续。别说了，你挺擅长说长句子的，我不碰就是了。原先陈伟强是从第3列开始擦的，但这次为了拍到张雪婷，需要你从第2列开始擦。你不是说不能改变吗？这儿不是大节点，反正那些玻璃都会被擦完的。总之，你可以把节点想象成一个安全范围。如果你在这个范围内活动的话，没有任何问题。但一旦你踏出了这个安全范围，就会出大事。我这么说，你能理解吧？好像有那么点明白，就是孙悟空用金箍棒给他师傅画的那个圈呗。哎，干活去。不是这异能人士这一行也这么难干呀？你好，请问你是张雪婷吗？你是归都在线的？啊，对，林英她说的乔玲。你好。你好，你好。之前是我联系的你。你本人比视频可爱一些。啊，谢谢。你怎么样？情况还好吗？还好。我看了你的那个视频，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我是愿意相信你肯定是遭受了一些不公平的待遇，所以，我今天才约你当面聊一聊，想看看有什么是我能帮上忙的。谢谢，谢谢你。那我从头开始讲。嗯。
那天之前，我记得我加班加的挺晚的。临走前，我还在和我的高中同学吐槽他。我们那个老板良心真是让狗吃了，皮肤98块钱才能抽10次，还一天1个服务器只出1个，这不纯诈骗吗？那这游戏谁爱玩啊？哎，不就是那些老玩家吗？能骗一个算一个呗。那你可得注意点了，可别在他面前露出什么不悦的表情。就你们那老板小肚鸡肠的，到时候再给你开了。你都不知道，这个月我们部门就裁了好几个了，人少活多，我们天天加班。我爸妈来了好几天，我总共就见了他们3面。今天好不容易能早点下班，我得赶紧回去陪陪他们。喂，爸，闺女，你还加班呢？没呢，今天收得早，我快回家了。啊，我跟你妈准备回去了，现在已经到东站了，打个电话跟你说一声啊。怎么走得这么早呀？我还想说这2天不加班，可以多陪陪你们呢。哎呀，我们来就是来看看你，看你过得挺好的，就心里踏实了。你也挺忙的，就不打扰你了。你们是不是在东站呀？几点的车呀？还有1个点就发车了。那你等等我吧，我来送送你们。哎，不用过来了，快回去啊，回去休息啊。行了，我已经准备出发了。哎呦，你这个丫头。张婉婷，来一下洽谈间。妈，没法去找你们了，老板找我有事儿。啊，我给你卤了点肉冻冰箱了啊，不要老吃那个外卖，知道吧？好。放轻松，稳住脚步，保持平衡，尽量减少不必要的移动。吓死我了！怎么这么高呀？这要有个3长2短的，你负得了得吗？稍微克服一下，其实很多的人都恐高的。哇，风好大，我该不会被吹飞吧？这东西怎么操作呀？啊！吓死我了！吓死我了！吓死我了！哎！路过，救命啊！路过，救我！我去，路过！路过，救命啊！路过，救我！我去，路过！你其实一点也不害怕，对吧？我真怕啊！我骗你干嘛？请你不要欺骗你的搭档好吗？这没什么好处，而且擦玻璃擦得干净一点，谢谢。嘿嘿，我直说啊，你对我的调查一点也不到位啊！我这个人从小就爱爬个树啊、蹦个高啊啥的，我就爱爬烟囱、爬电塔，我还敢在上面翻跟头呢。哇，这小风吹得我这小脸蛋真惬意呀，真爽！嘿嘿，被骗了吧？哎，我是陈伟强这段记忆，他本人会记得吗？该不会找上我吧？不会，这段记忆只有你有。当你的意识进入到照片拍摄者身体的时候，他就不会有这段时间的记忆了。除非是受到特定的刺激，这段记忆才会再次被开启。那我这凭空给他多出来一段他拍的视频，别人看到不会觉得奇怪吗？不会，没有人能看到。
他的 Vlog 账号上面也没有播放量。其次，陈伟强原时间线的时候，就在张雪婷被暴力裁员的窗口附近拍 Vlog， 只是当时他在另外一边，所以并没有把公司威胁张雪婷的全过程框入到背景画面里。这个改变不是重要节点。哎，我以为我扮演的是个大网红呢。快到了，记住，一定要按我说了算。我开始刺激起来了。事发之前没有别的什么明显预兆吗？比如说，态度突然转变啊。那天白天，我还在电梯里面遇到了他，一切聊天都挺正常的。他倒是提醒了我几句，但我也没敢说什么呀。他交代我的工作我也做完了的。他提醒你什么了？好像是说让我放尊重点什么的。但是盛春昭这个人，很多做法其实我都是不认同的。现在想想，被开可能也是一种解脱吧。雪婷，这是两码事。然后我就去了他的办公室。进去吧。坐。婷婷，你也是老员工嘛？公司的规章制度也清楚。我们公司一直都是末位淘汰制。你这个月呢？我这个月工作已经全部完成了，而且我额外做了很多，每天也都是准时上班，经常加班，但我从来没跟公司要过加班费。但你这个月的绩效是 C。我们帮你准备了一份主动离职申请，你可以看一下，没什么问题就直接签了吧。这个戏不是你跟我说就是走个形式而已吗？你就说每个人轮流的呀。我什么时候说的？上周五啊，我记得清清楚楚。上周五10点35分，我加完班，也是来了这。你说就让我扛个戏，不会对我工作产生任何的影响的。谁听见了？啊？你有什么证据？到了，就在旁边的窗口。就是这里，按我说的做。拿出手机，开始录像。大家好，我是小强，看看今天支主任帅不帅，看看这个楼高不高啊。你这是想诈骗？你这是违法的，我可以到劳动仲裁局仲裁你的。你错了，我这是在帮你。你这个月的绩效是 C， 我可以直接开除你。但我念在你是老员工，所以给了你一个机会，让你签一份主动离职申请，大家面上都好看，是不是？不可能，我没有违反公司任何的规章制度。这个协议，我不可能签的。你是听不懂人话是吧？啊，还是我给脸不要脸？
动不动就权利自由。我是老板，你是打工的，你的权利是我给的，明白吗？是。唉。你看看你自己这副样子，啊？长相 C， 哼，身材最多 C 了吧？是不是？学历、能力、家庭出身都是 C。张雪婷，你的人生就是个 C， 所以你凭什么跟我斗？啊？咱们这个圈子吧，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你想想，你要是真跟我闹掰了，将来谁还敢要你？是不是？现在你只要把这个给签了，人家再问我说你那个前员工张雪婷怎么样，我就会跟你说好话。是不是？我说一句顶你说10000句，所以到最后你只不过是换了个工作环境，什么也没损失。你自己好好想想。不行，我受不了了。你冷静点儿，当没看见，必须要伪装成陈伟强无意间拍到的。我怎么当没看见？我不是演员，我没那么好演技，我不可能看这个畜生为非作歹，陪他强颜欢笑吧，我做不到。我理解你的心情，但任务还没有结束，不能擅作主张，不听指挥。你看，简简单单的事情，皆大欢喜。行了，别愁眉苦脸的了，啊！人要想生活的快乐，就要跟活得比你糟的人比。你看看你现在这副样子，起码比吊在外面擦玻璃强吧？是不是？走吧。走的时候别拿公司的东西啊。走了，一博，下班了。等等我。
大家好，我是张雪婷。我刚刚接到飓风游戏公司盛春昭总裁的裁员通知，他造谣我工作业绩不到位，工作能力不行，背后说他坏话。他让我签署主动离职协议，我拒绝了，但是却遭到他的谩骂。他不让我走，限制我的人身自由。然后我就录了视频，再然后我就变成了盛春昭嘴里的出尔反尔、撒谎、没有能力、要公司赔付违约金、骗违约金的人。我就变成这样的人，变成这样的人。听你讲这些，我是一直在想，怎么样才能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帮到你。但确实很惭愧，可能我们帮不上什么忙。这是我第一次完完整整说出我的遭遇。我好多了。虽然这次你确实受了很大的委屈，但是也算能给其他年轻人提个醒，遇到这样的情况，还是要第一时间记得留下证据。但愿吧。你说，盛春昭会得到惩罚吗？我回来了，我怎么回来的？感受如何？真是太震撼了！不行，我得冷静一下。哎，这咋就开始干起活来了？盛春昭这人太欺负人了，气死我了！刚才我跟他对视了，不会有什么严重后果吧？不说话应该没事，要以你的性格，肯定没完没了，不拉不拉说个不停了。这次回去之后，我会认真对你评估的。哎，怎么样啊？咱成功了吗？他这号也太惨了，没粉丝没点赞呢。那天是周3，往下。大家好，我是小强，今天又接了2个大单，还都不中，一共21块3。这是刚才的我。接下来去干更大的活了。你别快进，我欣赏一下我演技，感觉还挺精湛的。哎。真不服人话什么？还是我给脸不要脸？长相 C， 拍到了。身材最多是 C 了，学历、能力、家庭出身都是 C， 你的人生就是个 C。Yes。期望吗？怎么样？这下咱有证据了，这下全妥了，全世界都能看到盛狗的嘴脸了，看他怎么办？我们不能暴露于世，对于我们的身份来说，要找到一个最没有风险的方式。找陈伟强，就是因为他的视频毫无热度。哦。哎，那他没热度，也没人关注他呀。你肯定想到办法。陆光，
你这个人我是发现了，不打装备经济差的团。什么意思啊？不打没准备的仗呗。倒也是，你不是有一个归都在线的姐姐乔玲吗？你有点过于可怕了，连乔玲都知道。唉，又白忙活了。换选题吧。行了，赶紧回去歇了吧。你也熬了这么长时间了，你也得好好休息休息。我把雪婷的采访资料整理出来，我就走。让我陪你一块儿。不用，赶紧回去吧。行，我回。喂，你好。喂，你是归都在线的乔玲吧？你可以去 B 站上搜一下《天道酬勤强哥》上周3视频的1分17秒，里面有你想要的东西。什么意思啊？喂？谁呀？任务完成。不瞒你说，我在02年的时候，我就觉得跟蜘蛛侠差着蜘蛛。我等了他那么多年，没想到是差个你，怎么来这么晚啊你？哎，咱哪说哪了啊？我这个技能跟哪个超级英雄是对等的呀？是克罗诺斯，掌控时间那个，还是奇异博士时空宝石那种？哪个流派？不会是孙悟空那个体系吧？哎，不重要不重要，咱现在是隶属于哪个组织？什么联盟啊？是叫时空局、时盾局，还是叫什么？我什么时候见见掌门人啊？其他成员在哪儿？目前已知只有我们2个人。这么稀有啊！天哪！接下来去哪儿？我已经准备好了，我现在浑身用不完的劲儿，咱去地球的哪个角落拯救不公，拯救压榨？嘘。后面没有计划。还有啊，千万不要把我们的事情说出去。放心，职业操守，守口如瓶。哎，咱俩怎么接头啊？是你用意识给我隔空传送，还是我大脑要不要植入一个芯片？那东西疼不疼？加个微信。嗯。啊，对。大隐隐于市，我们还是得用大家都用的东西，别太张扬。来，我扫你。L， 任务录 ，light 光，你这，我的天！猜我发现什么了？冥冥中咱俩自有注定啊！我的微信名是 SL，帅了，兄弟，咱俩在一块帅了。行了。微信也加了，有时候再联系你。别，这就走了？不是，我还有挺多问题想问你呢，我现在心痒痒呢。请你吃顿饭。帅了，帅。哎，刘烨，赶紧回来，办公室。你知道吗？张雪婷的事儿有证据了，我也不知道哪儿来的，天上掉下来的，真的。我来联系张雪婷，啊，我估计她也很高兴。你那什么，你顺便来点酒，完事儿咱俩好好庆祝一下。嗯，好嘞，好，拜拜。第一次视频日志录制开始。晚9点30分，归都市暴力裁员事件调查已经完成，过程中未触及核心规则。老师，
我找到那个程小石了，和他一起完成的这次任务，他的表现评级为中。这个人好大喜功，话密嗓门大，也不够沉稳，性格很不稳定。我不知道他能不能成为我合适的搭档，所以我认为我不知道他是否能够成为我合适的搭档，所以我认为哥们儿，是我在彩票站呢。对呀，咱可以用咱们这个能力出。此次评级为较差，是否继续合作需要进一步观察。哒啦哒哒滴哒哒，我的 Rose I'm coming。你是听不懂人话是吧？啊，还是我给脸不要脸，动不动就权力自由。我是老板，你是打工的，你的权利是我给的。看过这个视频，我们就应该都知道是谁在说谎。您现在是什么感觉？现在感觉算是重见天日吧。前几天感觉世界都是灰的。这些天你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吧？现在这些压力都不重要了。这最高能中多少啊？这个呀，不好说。我记得上周一东北哥们儿中了个头奖，有6000万吧。6000万啊！那我有这些钱。哎，你说这挺倒霉的啊，竟然被擦玻璃的给录了。你也刷着了啊？这视频这么火吗？现在？哎，我刚刷到，你看点赞挺高。啊，那说不准，那不是倒霉，万一是有人专门录的呢？就专门录，说出来谁信呢？啊，一擦玻璃的，他知道什么时候啊哪个房间能发生什么事啊？哎，是哈，要真是还挺神奇的哈。嗯，兄弟，来照相馆一趟，有要事相商。你们两个这次飓风游戏公司暴力裁员的报道做得不错，谢谢主编。张雪婷的事儿呢，舆论还是很关注的。不过你们两个人能够深入地挖掘出独家线索，按时完成节目，及时上线，值得奖励。谢谢胡主编。玲姐，你又没跟上。乔玲，有人找。啊。哎，哦，找我有什么要事？来了。哎，坐。哎，别客气，来，坐啊。渴吗？饿不饿？吃饭了啊。说吧。阿光，这2天我一直冥思苦想，我觉得咱俩认识晚了。我们俩目前这个世界远不及如此啊，大有搞头。我整理了一下啊，像我说上一期，先说一点小事儿。阿波罗登月，有人说这是人类史上第1大壮举，也有人说是第1大骗局。咱俩就不能帮大家一探究竟？这是重大历史事件，绝对不可能。好，是那不玩重大的，咱们找一些轻小的。这行吧？尼斯湖水怪，我从8岁就特别好奇这件事儿，包括我很多网友也都没有意义。那天池那个呢？那是不是稍微近一点？啊，好，咱不管别人的事儿，我就是
想自己有一些小事儿过把瘾总可以吧？这行吗？龌龊，不是你想多了，我就想跟冬兵打一架。那我买几张彩票总行吧？那高考改几道题呢？这也不行。你到底还有没有别的事儿啊？什么意思啊？都给我拒绝了，哪个都不行呗？我想明白了，虽然很难得，但我觉得你不太适合这份工作。我哪儿不适合了？从你上次的表现到今天这些想法，不是，你误会了。哎，我错了，希望我就人之不管怎么样常情嘛。你都可以遵守我们之间的约定，别把我们的事情告诉别人。什么？所以我们结束了？你也是被飓风公司辞退的员工？是，但我还有点别的情况。那你之前为什么不出来发声啊？之前没证据，也不敢。我虽然钦佩张雪婷，也同情她，但这有什么用？盛春昭都要起诉了，我们哪敢啊？你们？对，还有其他人，我只是作为他们代表来的。可是，张雪婷的这件事已经结束了呀。但是关于盛春昭的可不一定。我们后来聊天的时候发现，我们好像还有一些共同点。这么说，你是在备孕后1周就被公司约谈了？那在这之前，你有向同事透露过你要备孕的消息吗？我没有向任何同事透露过，只有我老公知道。我对公司的待遇不满意，所以那段时间，我确实搜索过一些招聘网站，也和猎头公司接触过，但那都是我私下进行的。不知道为什么，老盛就像未卜先知一样，在我还没找到下家之前，会要求我离职，还强迫我签什么主动离职协议。你觉得公司开除你的原因是什么？我想是因为我的病。就在我收到检查报告的当天下午，我就被通知开除了。之前张雪婷好像也跟我说过，她跟朋友吐槽过飓风的老板，而且这事儿盛春昭也知道。那要这么说的话，每一个都对上了，那他们就是被监视了。如果这样的话，那得是监视他们的微信了。只有这么解释才合理。从理论上来说，只要连进同一个 WiFi， 都能被拦截调取。这要是秘密监控员工的隐私，这也太猖狂了吧？不对，这就不是劳动法的事儿了，这得是刑法的事儿。小石啊，你那活儿一会儿我来干。没事。乔玲今儿加班，说要给同事加餐，你去帮我送个饭。啊，好。哎，小妈，您别动了，明天让他们弄吧。没事，捎带手的事儿。您别太累了。乔妈。如果，我是说如果啊，有一个能够回到过去的机会，您会干什么呀？你玩游戏玩傻了吧？怎么问这么一个没头没脑的问题啊？好奇嘛。现在这科技都这么发达，它万一能实现呢，是吧？万一能实现，我就背一串彩票号码，回头能赚个几千万。你也这么想啊？那跟我想的一样啊！真是胜似亲妈。你呀，油嘴滑舌的，就你嘴甜。赶紧送饭去。啊。
如果真能回到从前，我得少管你店里的事儿，好好督促督促你，让你考个好大学，有个正事儿干。我觉得我好像已经找到正事儿，但好像又不一定。人人找到自己喜欢的事儿不容易，你好好努力，赚多赚少不重要。那什么重要？得有意义，不能干坏事儿，不能光想着自己，坦坦荡荡的，别太在意眼前利益。小妈，您说的真好。不会吧？这盛春昭再怎么能掐会算，他能裁得这么精准？是啊。所以我们怀疑，飓风的老板在监控他的员工。啊？监控员工？那对于这种混蛋，你们赶紧曝光他呀！我们倒是想啊，没有证据啊。这种人干这种烂事儿，哪那么容易露马脚啊？那怎么着啊？没证据就让他继续为非作歹？那怎么办？你告诉我怎么办？再等天上掉下来一个天道酬勤强哥。唉，天道酬勤强哥，倒也不是不可能啊。盛春昭，你比我想的还恶呀！等着。你要干嘛呀？没事，我上贴吧底下骂他去。看你这会儿还说我无聊龌龊。那就再试一次吧。什么人啊这是？大哥，知道手机干嘛用的吗？不是 BP 机。你不接电话，天打雷劈，知道吗？再不回电话，把你拉黑了。装什么酷啊你？别撤销啊！我刚才外面都听到了。有意思吗？我有急事找你呢。如果还是那些事情，就免谈吧。张雪婷的事儿，你接着说。我从乔玲那儿听说，张雪婷不是个例，还有很多跟她一样的受害者，很有可能是飓风公司通过监控员工隐私进行精准裁员。那你的想法是什么？那肯定收拾盛春昭这老小子。这个混蛋这几年游戏越做越烂，心思全在怎么掏空我们玩家的钱包上了。这次算是落我手里了。公报私仇，此言差矣。于公于私，他都罪以当诛。照片出来了。你能力太全面了吧？隔空操控。我连了你们这儿 WiFi 啊。所以这次咱们穿这张呗。哎，不对啊，你早有准备，说明你早就看出他有问题了，是吗？我能看到照片里面所有重大节点之前的事件。上次你穿陈伟强的时候，我看到他和那个女助理在聊关于监控员工的事情。你看看，英雄所见略懂。所以这次你是想好给我再一次机会是吧？最后一次机会，毕竟再找一个你出来挺困难的。这话我爱听啊，毕竟像我这种天选之子，世界上有且仅有我们两个。说实话，这次你找我是这个事情，我还挺意外的。你把我看小了，
废话不多说，开干！万事俱备，开始吧。这次任务的目的是调查飓风公司精准裁员的问题。你要成为的人是飓风公司的老板盛春照。明白。我之前说的话还记得吗？不问过去，无论将来。无论过去，不问将来。还有呢？进去之后一切听你指挥。回答满意不？理论没有用，咱不聊理论，就看行动。